大家知道这个二婚的人啊，双方的心里都在想什么呢？就这两天刚刚发生了个事儿，男的呢是公务员哈，离异呢带了个女儿，在北京朝阳区工作；女的呢也是离异的，在体制内工作，也在朝阳区。那孩子呢已经跟着前夫了。当初他们两个相亲的时候啊，双方都觉得对方不错，于是呢也没花多长的时间就确定了关系，半年他们就领证结婚了。说起来，这两个人啊都经历过婚姻的人了，应该更加珍惜第二次婚姻才对。可是啊，这婚才结了半年，问题就来了。这个男的的母亲呢病重住院了，被诊断为需要长期有人在护理的。于是这个男的他就要求啊女的把工作辞了，照顾家里，自己呢来挣钱养家。可是这个女的就不同意啊，她的理由是我自己也需要工作，我自己也需要挣钱，为什么要让我辞职？两个人呢就大吵了一架谁也不理谁了。这么看呢，貌似是这个女的有点不讲理，但是真实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男的说，女人嘛，嫁给他就是他们家的人了，他的父母就是女方的父母啊，为什么就不能牺牲一下自己来照顾父母呢？女人嘛就应该回归家庭，难不成让他一个大老爷们儿不工作在家里照顾老人吗？说不过去啊。再说我自己挣的也比他多嘛。但是这个女的说法就不同啊。这个女的说，你要工作要挣钱，我当然理解，但是从认识到结婚，没有见过你给我花过一分钱，你挣的再多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那你这样子对我了，我也没说啥，那我自己去挣钱还不行吗？你的父母病了，我就成了你们家的人了说到钱的时候呢，那咱就是各是各的，就不是一家人。我要是真的辞职在家了，跟你伸手要点钱花，估计比登天都难吧。那我干嘛要辞职牺牲那么大呢？最后我不一定还落得好，我根本犯不着，好不好？大家觉得这二婚的人到底应该怎么相处，它才是正确的呢？来，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吧。你为什么会被短择呢？有些姑娘整天哭天抢地的，非要嫁个有钱人。然后呢，我们也给她介绍了，她也相处了，结果最后她还是被人家短择了。然后呢，还会跑过来问我们怎么判断一个男人对自己是长择还是短择呢？这个事儿其实完全看你自己，这是没有办法一开始就判断得出来的。今天咱先不聊长择，就看看你们都是怎么被人家短择了的。最近已经好几起分手事件跟你们说一说都是因为你们短视引起的。为啥我说你们短视呢？就是你还没有嫁进去，你就开始盘算了你连头都没有开好，怎么嫁得进去呢？这是不是个大笑话？我讲几个案例你就明白了前不久有一位 A 小姐，因为跟男士说结婚的时候要求买一辆几千万的车，结果把人家给吓到了就难以置信嘛，她这样的一个年收入几十万的小姐姐，怎么会有这么远大的理想呢？人家当然沉默了，直接就把她 pass 了。还有一个 B 小姐也是毁在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要求男生家里必须在北京买一套学区房写她的名字。你真的是把人家当傻子了这位公子毫不犹豫就放弃了。C 小姐呢就更惨了，见了好多个公司的老板或者是富二代她每一次见完第二次出去吃饭就没有下文了。于是我就很好奇我就问每一个跟他出去吃个饭的男士无一例外都是因为第二次出去吃饭C 小姐就会暗示男士给自己买东西，不是名牌的包包就是名牌的服装，一定是吃了饭要逛商场的，结果没有一个有下文的。你们说这能怪谁呢？ D 小姐呢更有意思跟男生已经快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可惜了还是栽到了钱上。她不但要求婚后要换一个几千万的大房子，而且呢要求男士呢在婚后呢资产要由她来掌管，还不想自己生孩子最好是代孕。就还没结婚呢，你天天就在盘算着怎么花钱。这位男士说，我再有钱也不想被别人当提款机如果我自愿给你花的，那是我乐意的，但是你开口要的那个性质就不一样，时间长了的话，你跟那些捞女的性质有什么两样呢？关键的是你对我也没有多好，我也并没有感受到你能有多爱我，我更感受不到你未来能成为一个优良的妻子。你除了会花钱之外，还给我提供了什么价值呢？所以这里有一个重点要画一下你符不符合人家有钱人对未来妻子的要求，而不是你有多会花钱。这一点难道是他会娶你的必要条件吗？我看恰恰相反吧。你在如何成为一个有钱人的妻子这个方面，
除了那张漂亮的脸以外，哪方面你还下过功夫呢？我估计啊，你们根本没想过。所以这样的人啊，你的认知啊，你就嫁不了有钱的人，因为他们既然有钱，也说明了人家的智商是在线的，能找个你这样的吗？所以你只会被短择嘛，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自己想一想呢。现在的男女啊，相处有几个真相啊，是这样的。第一点，如果一个女生她真的爱你，是不会舍得乱花你的钱的，她会为你省钱，甚至啊，她为你花钱啊都可以。而一个不爱你的女生才会肆无忌惮地想着各种办法花你的钱，算计你的钱。第二点，女生们来相亲呢，基本上都是先讲条件的，有的甚至罗列了一大堆的要求啊，但是一旦他们跟男生相处之后呢，就更看感觉了。而男生们来相亲恰恰相反啊，基本没有什么要求啊，没有什么条件，一切就看感觉。但是一旦他们跟女生相处了之后，这个女生能不能娶回家，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权衡对方的条件了。第三点啊，现在的女生找对象大部分都是在找钱。一个女生的颜值高低，就是她能否跨越阶层的阶梯。没有物质条件的男生基本上没有相亲的资格了。而男生在找对象的时候呢，还希望找到的是爱情，但他们会发现现在的女生啊，大部分都已经不再需要爱情了。第四点啊，现在的很多女生跟有钱的男人相处啊，就希望跟对方谈感情，甚至呢不惜自己倒贴都可以。而当他们面对没钱男人的时候啊，就跟人家谈钱。第五点呢，男生说我的钱是给你看的啊，不是给你花的，谁认识你2天就拿钱砸你啊，我又不是大冤种。而女生说了，刚认识你都舍不得给我花钱，那以后我就更值不上了呀，所以你不给我花钱就说明了你不爱我，也没有诚意交往的。第六点呢，女生说我都回你信息了，都跟你出来见面了，我已经很主动了，那你还想怎么样呢？而男生说了，为啥每次都是我找你聊天，我约你出来啊？只要我不找你，你是绝对不找我的。看来你并没有看上我，那就算了吧。这年头谁还愿意当舔狗啊？第七点啊，大部分的弟弟找姐姐谈恋爱都不是为了结婚的，而大部分的姐姐跟弟弟谈恋爱呢，都希望弟弟能娶自己回家，是不是这样子的呢？如果你觉得还有补充的话，可以到评论区说一说啊。有的人啊，他真的能把一手好牌啊打得稀巴烂，恋爱他都谈不好，他还想结婚呢。啊，我这儿有一个27岁的女孩啊，说实话，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学历呢也不错啊，父母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只不过啊，真的太可惜了啊，这女孩吧，满脑子都是浆糊。我为什么这么说她呢？那前不久呢，她在我这儿相亲嘛，认识了一个男士啊，33岁的，硕士学历，家境呢也比较好啊，综合分数呢大概能打个90分。这女孩特别满意，于是呢，他俩就开始认真的接触了。按说呢，这个门当户对的孩子们在一起谈恋爱谈恋爱就很好嘛，对吧？这个物质方面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嘛，大家呢都能付出同等的东西，对吗？哎，女孩也不用太物质了，男孩呢也不用太抠门，是吧？结果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啊！这一开始接触啊，女孩就跟男孩说了，我从小就没干过什么家务活，到现在我的房间还是我妈在收拾呢，更别说做饭做菜了啊，根本我就不会。她说她长这么大了，连一根葱都没摘过。所以呢，他希望以后家务活要么就男孩来做，要么呢就请个保姆做。然后关于孩子这块吧他就更离谱了。他说他完全不喜欢小孩，如果非要生一个也可以啊，代孕行不行啊？最后啊，他还提了一点啊，结婚的话彩礼呢可以不要，但是呢得由男方啊全款买一套100平以上的房子啊，写双方的名字。他提出的这些东西吧，男孩呢没有表态啊，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但是啊对女生的印象说实话已经大打折扣了。而且这男孩吧，跟他接触了2周啊，还发现这个姑娘消费方面非常的离谱，每个月他自己就挣1万多块钱，但是每个月的消费呢都是收入的好几倍，原来都是他父母每个月补贴给他的钱。他对自己目前的工作状态呢也非常的满足，并没有什么要继续努力上进的打算，嗷嗷的啃老族，啃得挺心安理得。最后是因为这个男孩跟他约会的时候呢，选了一个比较便宜的餐厅，不太合他的心意。他就觉得这个男生太抠门了不尊重自己。而且席间呢，男生提出让他计划开支规划一下自己的前途等等这些。结果就因为这个就生气了，回去就把男生给拉黑了。他说我不需要别人来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我说句大实话很多的人都不太明白一个道理，你在任何一段关系里边，你都要懂得顺应人性。你如果
就跟你自己过，那没毛病啊，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但是你要想结婚，你是找一个人一起过，那你就要明白2个人在一起生活，婚姻对于大多数男人来讲，娶一个女人回家绝对不是因为我娶你回来我就是要宠你爱你啊，然后我把钱都给你花啊，我要为了你努力的去打拼，而是因为我需要一个女人为我生儿育女啊，我需要有人做家务，我需要有人照顾小孩照顾老人。当然对于一个女人啊也是一样的，女人嫁给一个男人也不是想着我要去照顾他一生，我要去无私的奉献，而是因为这个女人啊，她需要一个男人去爱她，去宠她，去为她遮风挡雨，最好钱都拿给她花。所以这个才是人性里边最丑陋的那一面。有很多底层的婚姻本质不是爱和付出，而是我需要我想要我的目的是什么，是索取，是我可以得到什么，是价值的一种衡量。所以你千万不要挑战人性，否则死路一条。觉得我说的对的呢，别忘了给我留个小心心再走啊。江西这回是又要火了吗？最近呢，我遇到一个26岁的姑娘王婆她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选择。大家来看看她应该怎么选更好一点。现在呢，她是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以后呢也打算留在北京生活。她是家里的独生女，这女孩身材特别的好高个儿大长腿还没有算在老家体制内工作的，算是那种小康家庭的女孩。小家碧玉哈，长得呢挺可爱的。现在呢，她是遇到了2个男生，评论区都炸锅了，一个呢是她大学的同学，就算是在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在一家年薪30万也算不错的收入，工作呢还算很稳定的，家里在北京也可以买个房，彩礼已经是全国之首了，后续可能会面临要一起还房贷。出来这个男生呢，30万收入，他自己来讲的话，据说江西彩礼都达到38万8了。男生对自己的事业还是蛮有规划的反正他的思想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现在也在往自己设定的目标上努力。现在的网络上进心还是很 OK 的，大家的眼界呢也打开了，共同经历比较多嘛，抖音上有多少人在夸大在渲染，也不得不承认，现在就是在经济上呢，可能稍微的差了一点点。2023年，另外的一个呢是北京本地的男生，家境呢很好，家里有多套房子，如果你的月薪已经过万了，那已经跑赢了这个男生对他呢也非常的好，女孩找对象、学习这些方面对他有很多的鼓励和帮助。但是这个男生从外形来讲呢，是不是就有点太不实际了呢？年入30万，在全国来说，在经济方面呢，也是少数这个男生又比第一个男生要好很多很多，是在2、3线，所以以后不会在经济方面有压力。那更加是凤毛麟角。他现在纠结的原因就是，那我要问一下这个跟第一位结婚，又是不是可能后来会面临一些经济上的问题。他也不太希望未来会因为这些问题造成生活上的矛盾吵架离婚什么的。还没说，那选择第2个呢？那可能在经济问题上呢，人品好点啦，要长得有眼缘啦等等喜欢他，估计那他现在很纠结嘛。我在这里选了第一个呢，又怕未来他如果经济条件一直都不好起来，找对象还是真的要看看你找的这个人到底有多大的概率会被你找得到。但那如果说选择了第2个男生呢，又怕自己没有那么爱他，结婚之后万一过不长久，难怪就怎么办呢？现在经济方面找对象好像简直就是乱报价，选择了第一个，哪怕将来没钱过不好；选择了第2个呢，怕将来有钱没爱过不长久。北京一位38岁的女粉丝，万一第一个后来变得有钱了，自己又会不会后悔？这辈子不结婚都没关系。她嫁给第2个可以理解为没个孩子，嫁给了物质；老了以后嫁给第一个呢，没个人可以理解为嫁给了爱情。就算去了养老院，那大家觉得她到底应该想想自己挺好一点呢？年轻的时候错过太多。江西这回是又要火了吗？现在这2天王婆转战江西，我那会儿呢还瞧不起人家。又吸引了一大波眼球。江西女孩一上台就说自己，而且其实现在自己想想，觉得那会儿说在江西南昌这个地方，2线的大众眼里，一个男生大的收入得达到30万以上，才能娶到这个女生。还没有算他们江西的天价彩礼，外加房子、车子、婚礼等等费用，随便算一下，在江西娶这个媳妇要花上100万了吧？评论区都炸锅了搞不懂了吗？就算是在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年薪30万也算不错的收入了。他们南昌已经这么富裕了。我自己那会儿彩礼已经是全国之首了。但实际上，随便一个姑娘，我的长相挺一般的，出来开口就是30万收入。那会儿就那么自信。据说江西彩礼就达到38万8了。我们且不说这个姑娘她颜值咋样，反正她的思想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看到一点问题不得不说嘛，现在的网络确实很发达了，大家的眼界呢也打开了。但是不管抖音上有多少人在夸大、在渲染，也不
不得不承认，现在全国人均平均年收入是202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哈，是22000元。所以如果你的月薪已经过万了，那已经跑赢了一大半中国人。他觉得娶我回去啊，女孩找对象慕强，我自己也不想改变呀。相亲市场的女孩找对象都是向上社交的，也看不得。但是这些女孩是不是就有点太不实际了呢？年入30万在全国来说，那也是少数的一撮人，更别说是在2、3线城市了。那更加是凤毛麟角的存在。那我要问一下这个姑娘，你又是不是一个凤毛麟角的女生呢？估计在他们那里有年薪30万的男生，那也是10个里边有8个女生都想找他。那会儿哈，还没说其他的要求呢，比如说个子高点啦，人品好点啦，要长得有眼缘啦等等这些。我真的都没人了。我在这里哈，真心建议现在那些败家的姑娘们，找对象还是真的要看看你找的这个人到底有多大的概率会被你找得到。就算你找到了，又有多少竞争者在跟你竞争？90年，难怪就有红娘说嘛，现在的姑娘找对象啊，简直就是乱报价，完全不遵守市场规则。男人最看重的就是长相，到底有没有道理？如果你的长相相当出众，那不管什么北京一位38岁的女粉丝啊，都会主动几次，确实很焦虑。除非你一直对她这辈子不结婚都没关系，她最焦虑的问题是这辈子没个孩子。要是你长得丑啊，老了以后加了微信也就问候2句，没个人照顾，这个都就算去了养老院也会被人欺负的。还想他追你，想想自己挺后悔啊！年轻的时候错过太多合适的男人了，现在根本就找不到那样的。男人都会我那会儿呢还瞧不起人家。评估到只能怪自己当初太事儿了。而且其实现在自己想想，觉得那会儿的自己啊，真的是很符合现在大众眼里对大龄剩女的那种印象。我总是跟周围的人说，一个人过得挺好的呀，多自由啊。但实际上哈，是真的找不到，而且不是找不到一个普通的男的。而是找不到一个优质的男的。第3哈，一直就是不甘心啊，等啊等啊，相亲加了微信总是觉得命运一定会眷顾我的。现在想一想哈，说那句话，其实真的是自欺欺人的。我自己那会儿啊，觉得自己长得挺漂亮，但实际上后来逐渐发现，我的长相挺一般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会儿就那么自信啊。而且我自己的性格缺陷真的很大，我承认自己有点作，包容心也不够的，看到一点问题啊我就放大。好多次的恋爱都这么结束了。你是真的没看上，现在这个年纪，在婚恋市场上完全没有竞争力。那你就坦诚一点，还挑啥呀？连个普通点的、正常点的都很难找。真的没。最重点的是，我真的不贤惠，到现在都没几个菜能做明白的。之前啊，就有个男生，因为我不会做饭，把我 pass 了。家长都见过，他觉得娶我回去啊很丢人。我自己也不想改变呀，勤快不了一点点。温顺不了一点点，也看不得别人的脸色。那会儿啊，我对婚姻也没有太大的期待，总觉得自己忍受不了多一个人给自己制造那么多的家务。我也不想多一个人经常有事没事的跟我吵架让我生气。我也没法无私一点点，让我对自己的父母好那是可以的，但是要再多2个父母，我真的受不了，感觉自己真的是做不到啊。那会儿哈。我都没有当妈的欲望，更没有当妈的能力，觉得自己还需要被别人照顾呢。现在想想，我真的都没有一点点利他的优点，但是自己呢，也没有一点点要改善的觉悟，所以呢，就高不成低不就，变成现在这样了。现在真的很后悔啊，那有什么用啊？就这样哈。他不让我们跟女方去说明他的真实。90年的北京男生上呢也抹掉了家族企业。我们为什么现在不主动追女生？一连相了好几个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点都没有。男人最看重的就是长相，那就在你的长相去参加了我们相当高端相亲。那不管什么情况下，这里的男人跟你相亲，要么长得漂亮，要么学历很高，除非你一直对他爱答不理的。最后呢，结束的时候，他跟邻座的姑娘啊，要是你长得丑啊，估计加了微信聊的也很投缘，这个都是算是有礼貌的。结果可惜了，还想他在之后的接触中。他就发现啊，这个姑娘不管是微信聊天也好，平时约会也好，男人都会不断的在观察你的打听，评估到底有没有经济性啊。如果得出的结论是可得性很低，那男人他也会很快就放弃你的。目前的他们现在都没有那个耐心，甚至呢还跟他聊心眼儿，花一大堆的钱还拿不到试探性的，感觉自己就像是傻瓜被人家的项目做些投资。这事儿他们现在呀，同时不干了，他也了解到。
今年填够经济的东西，但是很有还不能说明一切吗？家庭一般，学历挺高，长得漂亮，好多的女生就从后面这两点呢，她内心还是蛮追求自己的，但是这个姑娘的这一番操作呀，让她有现在的男生不买账啊。不过呢，他还是很真诚的表明了，你不喜欢一句话的事儿，双向奔赴这个姑娘啊，非得我单方面的热脸贴冷屁股上，那态度变得异常的热情。还有好多的女生，跟相亲对象谈恋爱，就像面试，就在他们第3次见面的时候，这个姑娘就明确的表示，真的很让人是想往结婚的方向发展的。你是真的没看想法是什么？可能结果这个姑娘万万没有想到，那你就这个男生会跟自己说下面这段话，也就完了。男生得搞个拖拖拉拉的，我现在对你倒没啥想法，但是要说到结婚嘛。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我的一些观点。如果你能接受的话，我们稍微长相好点都是多钱。女生就问他是什么观点哈？多方对这个男生挑来选去的，我看你啊一直都在关注我们家的财产把自己给挑剩下。那要是有一天我泡着备胎没钱了，你要是现在穷光蛋了的话，啊，我也能接受。那要真成了生离开一天啊，就更没有男人，因为我给不了你更好的生活。所以我奉劝一句哈，现在这个时候姑娘啊，居然无脑的点了点，现在就已经没有同意男生的说法。你真的要庆幸庆幸，男生就又说别天天还在那。那我现在呢，喜欢和在意的呢是你的时光一去不复返嘛。要是有一天你的容貌和青春也没有了，你变老了。因为93年的北京男生哈，是不是全球排名前几的藤校毕业的？这一点非常优秀，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就这些光环已经非常的耀眼了。但是他呢，偏偏不想从生活中那些庸脂俗粉中找对象，想来相亲市场里隐姓埋名，找到一个心目中的白月光。就这样哈，他不让我们跟女方去说明他的真实身份，履历上呢也抹掉了家族企业继承人的名号，一连相了好几个漂亮的女孩，都没有他特别满意的。那就在前几天，他去参加了我们的一个高端相亲局。这里的姑娘呢，要么长得漂亮，要么学历很高，要么呢家境很好。最后呢，结束的时候，他跟邻座的姑娘啊，非常的有眼缘，似乎呢聊得也很投缘，他们就加了微信。结果可惜了哈，在之后的接触中，他就发现啊，这个姑娘不管是微信聊天也好，平时约会也好哈，总是在有意无意的打听他和他们家里的经济情况，问他家里的房产呀、车呀、企业情况啊，目前的收入是多少等等等等，甚至呢还跟他聊起自己的一些事业上的计划。试探性的问他有没有意向给自己的项目做些投资，同时哈，他也了解到这个姑娘年纪虽然小，但是很有心机，家庭一般，学历挺高，长得漂亮。就从后面这2点呢，他内心还是满意的。但是这个姑娘的这一番操作呀，让他有些下头了。不过呢，他还是很真诚的表明了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当这个姑娘啊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和情况之后，那态度变得异常的热情。于是他心里啊就有点数了哈。就在他们第3次见面的时候，这个姑娘就明确的表示自己是想往结婚的方向发展的，问她的想法是什么。结果这个姑娘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男生会跟自己说下面这段话。男生说，我现在对你倒没啥想法，但是要说到结婚嘛，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我的一些观点，如果你能接受的话，我们确实可以结婚。女生就问他是什么观点哈，这个男生说，我看你啊一直都在关注我们家的财产情况，那要是有一天我破产了，没钱了，成了穷光蛋了的话，我也能接受哈你离开我，因为我给不了你更好的生活了嘛。女生这个时候啊，居然无脑的点了点头哈，表示同意男生的说法。结果啊，男生就又说，那我现在呢，喜欢和在意的呢是你的容貌和青春。要是有一天你的容貌和青春也没有了，你变老了变丑了，我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个人呢？这一点你能接受吗？